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全日本单次暴力最高的地方，不是高级银座会所，而是散发着尿骚味、狐臭和劣质男士发胶味的地下室呢？在这里，穿着廉价全套女仆装的女孩，可以不要一点点做人的脸面，当街四肢着地学狗叫，只为了求路人买一张连杯咖啡钱都不够的门票。你以为这已经够贱了？不，还有更让人头皮发麻的。15岁的未成年少女，为了给台上的男偶像买一张陪睡拍立得，转头就在新宿的风俗店里任由男人蹂躏，面无表情地脱下了洗得发白的校服。你以为这又是个狗血的智商税段子，是个底层互害的猎奇笑话吗？可等你真狠下心，把这层荒诞的、鲜血淋漓的皮深深拔下来，这底下咕嘟咕嘟往外冒的，全是底层人活生生被闷死在这个社会里的绝望。他们在这座吃人的都市里，花光心血买的根本不是偶像，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在这座地下情绪绞肉机里疯狂换取一台插满管子、输着剧毒的人工呼吸机。准备好心跳了吗？深呼吸。日本的偶像文化是一部一路狂奔进下水道的降维史，大众经济死了，现在玩的是资本最冷血、吃人不吐骨头的发明——泰克经济。给你一组极其残酷的数据：如今广义的推活经济年产值突破了数千亿日元，但就在这几千个地下女团里，大批偶像每个月扣除公司7、8成的吸血抽成，进到手只有勉强的1万日元，不到500块钱人民币。他们挤在没有暖气的阁楼里，连肉都吃不起，靠吃自己种的水煮豆苗吊着最后一口气。这背后的资本密码变态到了极点，越虎越没人气，反而越赚钱。这台绞肉机不需要1万个人来听歌，它只需要几头绝望的羊走进来，然后门一焊死，刀片一开，往死里连皮带肉一起吃干抹净。到底是什么样发疯的人才会在这样的环境里往绞肉机里跳？现在闭上眼，跟我一起去体验那种窒息吧。把你自己带入这个所谓的弱者大叔，你在公司里是个连呼吸声音大一点都会被主管大骂的废物，你在相亲市场上是个连标价都不配有的滞销品，你每天唯一的社交互动是便利店收银员那句毫无灵魂的谢谢惠顾，你每一天都静得像一口从外面钉上了钉子的棺材。台上那个手脚因为交不起暖气费冻得青紫交加的女孩死死地盯住你，她眼睛里在呐喊：如果你今天不买这100张照片，我明天就会饿死在街头。听到了吗？这就是心脏起搏的声音。在这座连死了发臭都没有人知道的庞大都市里，竟然你这个废物突然在这6平米散发着霉味和汗水味的破烂地下室里，成了决定别人生死的唯一上帝。那2平米散发着霉味的高压舱根本不是什么低俗秀场，它是废物中年人在被冰冷的社会彻底燃成骨灰前硬生生插进喉咙里的最后一台吸氧机。那个画着精致眼线，衣服上甚至还残留着上一个老女人劣质香水味的男偶像，猛地把你逼到墙角。他紧紧扣住你冰凉的手指，近到你甚至能看清他廉价粉底掩盖不住的痘痕。他温热的气息直接喷在你的耳窝里，声音近乎乞求：今天你要是不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你的理智清清楚楚的知道，这句台词他今天晚上还要对100个女孩重复，但就是这几厘米的几乎防线彻底击穿了一切，生理本能无情地按死了所有的理智。多巴胺在这具饱受创伤、从没被人爱过的残破身体里爆发出了蘑菇云。这台造梦的投币呼吸机供的根本不是氧，是极具成瘾性的赛博海洛因。一次1000日元的劣质壁咚，就像给死人打了一层 ICU 里的强压电击除颤。砰！那颗被原生家庭早早宣判死刑的心脏，居然又在呕血的边缘可耻地跳动了一下。弹幕里肯定有人要骂了，这不就是纯傻逼被洗脑当韭菜割吗？今天咱们就在这儿摆个擂台，看看谁是真傻。你追传统的顶流明星，每天在各大平台上熬夜秃头，你以为你是与有荣焉的精神股东？放屁！资本拿了钱，连一行财报代码都不会给你看。但在这一帮地下剧院里，这群粉丝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个绝对纯正的提款机。你今天扔在这桌子上的100万日元，下一场演出，他就算拼断腿，也必须乖乖的为你站在永远的 C 位。这是一种极度畸形却硬生生
带着血腥味的绝对公平。但是，一旦你把做人的尊严，甚至因为饥渴而发烂发臭的肉体一并塞进了这一台地下绞肉机，你就被自己在这个斯德哥尔摩倒转的陷阱里给绞死了。你比死了还要害怕停止投币，因为那台呼吸机一旦被拔管，那些在风俗店里被蹂躏时咽下去的眼泪，全都成了最烂大街的笑话。你以为你是在用那一叠叠带着胃酸味和血腥味的钞票支配着他的命运，其实是那台劣质的呼吸机的输氧管，从你投下第一枚硬币开始，就死死地绞住了你的脖子。如果你觉得他们只是被蒙蔽的受害者，那你太小看这群人在绝望里能爆发出多恐怖的疯魔劲儿了。准备好迎接这个底裤尽碎的极致颠覆。他们根本不需要所谓的正义之士去报警，他们从第一分第一秒开始就洞若观火，清清楚楚地知道全是假的，全是演的。你以为他们在为爱痴狂吗？不，他们在主动献祭。他们像走火入魔的疯子一样，把自己身上仅存的最干净的情感，最后一点像样的尊严，像切生肉一样，硬生生一片片切下来，喂给那头名为偶像的野兽。他们在这一座大雪封盟，在这座连骗子都嫌他们穷的冰冷都市里，如果不那么疯狂地感受到那一刀刀切下去的痛，他们连自己是具尸体还是活人都已经分不清了。他们不是被资本骗光了最后一个铜板，而是在用血肉买断被剥削的特权。在这个庞大无声的机械社会里，只有看着存款数字清零被榨干到呕血的那一阵剧痛，才能向他们证明自己在这世上还勉强算是个会疼的活物。看完这一切，觉得那是个多奇葩多猎奇的八卦。不，朋友，这是一张开给东亚社会所有人的精神病危通知书。日本倒成了拔除一切链接的无缘社会。但你以为只有日本才发生吗？在这个钢筋水泥密不透风的浇筑起来的庞大孤岛上，所有人都是随时会被替换的零件。地下偶像成了这片发臭的情感下水道里被人类用最孤独的眼泪浇灌出来的畸形毒蘑菇。觉得他们病态，看得你想笑，那就想想你自己，想想那些深夜把车停在黑极了的地下车库，明明头痛得快裂开了，却宁愿在缺氧的车厢里木然发呆1小时，也死活不肯上楼面对老孩子那双同样疲惫的眼睛的行尸走肉。想想那些宁愿自己午饭啃泡面，也要在半夜的直播间里把刚结清的半个月工资全刷给一个这辈子现实中连面都没有见到的女主播，就是为了听那一字一句毫无感情波澜的谢谢大哥大气的无名残魂。这世界早就没有新鲜空气了，大家都在大洪水里憋着一口气硬扛。如果在绝望里有一台只要塞进去仅仅1枚硬币就能让你觉得这世界真的没你不行，有人需要你活下去，你就在屏幕前的你，敢对着屏幕发誓你连1枚硬币都不会投吗？那个在阴冷车库里迟迟不肯熄火的人是你吗？既然这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快要淹死所有人的巨大孤岛，在这一条视频底下的评论区，今天它叫避难所，卸下所有那些让你恶心又扛了几千斤的成年人伪装吧，哪怕真的无话可说，就只留一个句号。只要你投下这枚硬币，至少今晚这一座下水道里我能听见你的回声，证明你还活着。好了，这里是用最正经的方式讲述最不正经事儿的岛国那点事儿，别装了，我知道你懂。我们下期通透点聊。